绝世唐门动画第5集来袭。本集依旧以霍雨浩的学院生活为主，其中穿插一些对魂导器的介绍。虽然剧情看起来相对平淡，但可以说看点满满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本集究竟讲了那些内容。有别于第1部，绝世唐门加入了魂导器的设定，而这也成为贯穿整部小说设定。在霍雨浩即将进入史莱克学院学习前，贝贝向霍雨浩简单安利了一下魂导器。本集作者借由和菜头之口，向观众清晰阐明了魂导器的分类。相信该集过后，不少观众都对魂导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。正片开始前，请各位看官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小红带你了解斗罗的一切。魂导器主要分为2大类，一种是净体魂导器，一种是远程魂导器。净体魂导器和平时使用的武器差不多，经过魂力催动之后，能够迸发出强大力量，并且还会有属性上的加成。远程魂导器则是远程攻击的武器，使用者通过注入魂力进行远程攻击，需要注入更多的魂力。与此同时，魂导器也有等级的区别，等级越高的魂导器，破坏性越强，当然对使用者的修为要求也就越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定装魂导器，这是一种特殊的魂导器，可以发动远程攻击，并不需要注入太多的魂力，对修为的要求也没有严苛要求，即使是一些修为较弱的魂师，也可以使用定装魂导器。当然，凡事有利也有弊，定装魂导器虽然对使用者的要求低，但其很难定位，尤其是一些移动的目标，很难对准，并且使用的原材料也比较昂贵。但结合霍雨浩的灵眸武魂，你就会发现，定装魂导器简直就是为霍雨浩量身打造的魂导器，作者的小心思简直不要太明显。而对于霍雨浩来说，保住自己在史莱克学院的学习机会便是当务之急，毕竟自己的魂力等级和身体素质都远不如其他同学，自己的老师周一又是恶魔老师，排名垫底的学生经常性会遭遇退学的风险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摊上周一这个班主任那是倒大霉，动不动就是淘汰考核。这一次上课也是如此，以下课铃声为信号，所有人还要穿上铁衣，一直跑操场，圈数最少的将会被淘汰。不过周一一直不按套路出牌，就算是最后一名，也未必会被淘汰，就算跑的圈数最多，也不见得会留下来。有第一次淘汰9人的经历，新生们都不敢懈怠，所有人都穿上了铁衣，不管行不行都得坚持下去。这一次比第一次有效果，所有人都卯足了劲。不过可以看出，霍雨浩因为只有11级的魂力，那是直接吊车尾，因为穿上铁衣，所以在跑步的过程中，对魂力消耗会更快。可以这么说，全班同学之中，王东的魂力最高，所以他跑步的速度最快，圈数也是最多。跑到后面之所以累倒，是因为体力不支。不过就算如此，王东也还是领先于其他人。在跑步的过程中，除了霍雨浩之外，都已经停下来。不过霍雨浩不会放弃，他不能被淘汰。为了坚持到最后，霍雨浩就算身体达到了极限状态，也没有放弃。这时候玄天宫有了改变，而且这一点是唐三都没做到，因为唐三根本就不存在达到玄天宫的极限状态。这就是下线所决定，唐三是先天满魂力，修炼速度一直很快。霍雨浩先天只有1级魂力，现在只有11级魂力。在魂力消耗结束之后，霍雨浩的玄天宫还能不断运转，不用冥想的状态下，还能运转提升玄天宫。这一点唐三都没有做到。正因为如此，霍雨浩比其他人更能坚持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霍雨浩不再是最后一名。很多人都觉得有霍雨浩垫底，怎么都不可能被淘汰。到最后时刻，还有王东搀扶，还带动了其他同学一起坚持到了最后。这里是省略了一些细节，其实一开始班长人选是王东，跑步结束之后才换成了霍雨浩。这里是直接让霍雨浩成为班长，不过也是众望所归。虽说霍雨浩还是最弱，
但因为他的存在，让整个班级有了凝聚力，所以其他人才没有被淘汰。在这段期间，都不会再有人被淘汰，直到3个月后的新生考核。本期就聊到这里，霍雨浩在慢慢蜕变，后续13时和江楠楠就会登场，而且霍雨浩也将进入魂力快速提升期。在3个月到来之后，霍雨浩的魂力会达标，也会顺利留在史莱克学院。看完后还没订阅频道的同学，赶快订阅起来，不然下期内容就可能看不到啦。我们下期再会。